we should not expect smooth sailing all the time. That never happens for any country with its neighbors. Every one of our neighbors must realize that working with India will give you benefits. Not working with India has a cost. Now, some take longer to realize, some take, some understand it better. One exception, of course, is Pakistan. If you put Pakistan aside, I think the logic would apply everywhere else.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懒。最近啊，这个中国、孟加拉国、巴基斯坦啊，这三个哥们儿在北京一聚开了个小会啊，结果可好，直接把这个印度给刺激的跳脚了。你瞅瞅啊，这个印度的外交部长苏杰生啊，那叫一个气急败坏啊，对着这个镜头啊就开喷，这语气嘛，就跟这个村头的恶霸训小弟似的，那叫一个霸气侧漏啊。他说啥呀？他说印度啊要带着邻居们共同发财，换谁当领导都一样。但是重点来了哦，他话里话外就有一个意思，跟着印度混啊有肉吃，不跟着印度混啊等着倒霉吧，要付出代价的。他还特意点了这个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名儿，说这个巴基斯坦是军队说了算，天生啊跟印度不对付，所以啊没法理解啊跟这个印度合作的好处。那提到中国呢，那更是阴阳怪气啊，说这个印度啊要做好跟这个中国对着干的准备，还要加强边境建设，捍卫他们所谓的利益。这明眼人一看就知道啊，这个苏杰生啊这是在敲山震虎啊，警告其他国家啊别跟这个中国和巴基斯坦走得太近，不然啊印度就要你们好看。你说说这个印度咋这么紧张呢？哎，不就是这个中孟巴三国在北京开了个会这个事儿吗？这三个国家商量好了，这个以后啊要在这个贸易啊、农业啊、海洋、水资源啊这些方面好好合作，一起维护地区的和平和发展。这事儿看着不起眼啊，但是背后的意思啊可不简单哦。这说明啊，这个中国正在努力扩大在亚洲的朋友圈，特别啊是那些以前受这个印度控制、不敢跟中国接触的国家，现在啊成了这个中国重点拉拢的对象。这个中国和孟加拉国早就眉来眼去了，想带着他们一起发展。但是之前啊，这个孟加拉国受这个印度影响太大呀，在涉及中国的问题上总是犹豫不决。哎，现在不一样喽，这个中国是拿出了满满的诚意啊，还有实实在在的合作成果，孟加拉国也开始心动了呀。更重要的是啊，这些邻国终于从想合作变成了真合作呀。这印度的长臂管辖要失效了呀。这些年跟着这个印度混啊，也没捞着啥好处，反倒被这个印度压榨的厉害。再这样下去啊，迟早要变成印度的附属国啊，一点自主权都没有，更别提啥未来了。现在中国主动伸出橄榄枝，这些国家当然想要抓住机会啊。Nice。这还说明前阵子印巴空战的影响还在持续发酵，这个巴基斯坦算是彻底的扬眉吐气了，而印度在亚洲的名声啊和这个影响力啊，则是一落千丈啊。孟加拉国开了一个好头，以后啊肯定会有其他国家效仿。这个印度想要在亚洲称王称霸的梦啊，算是彻底泡汤了。可是有意思的是啊，这边苏杰生啊刚放完狠话，那边那个印度国家安全顾问啊多瓦尔就跑到北京跟咱们的王毅外长会谈去了。王毅外长说了啊，这个中印要互相把对方当成发展的机会，别老想着威胁对方啊，要龙象共舞才能共赢啊。这多瓦尔也挺客气，说要借着建交75周年的机会好好合作。呀，这两个人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跟唱双簧似的。苏杰生负责吓唬人，多瓦尔啊负责谈合作。这印度啊，葫芦里卖的啥药啊？苏杰生说的历史错误，其实就是印度在边境上吃了大亏。2020年这个中印边境冲突之后啊，这印度就开始疯狂搞基建啊，想说跟咱比一比啊，可是那地方又是高原又是冻土的，这技术也不行啊。结果呢，这个印度国防部自己都承认啊，从2020年到这个2024年，那光是边境道路组织啊，都死了1279个人呀。这不是施工事故啊，就是自然灾害，还有得病的，平均下来啊，2天就得死一个呀，这哪是修路啊，这是拿人命填呀。再看咱们中国，那叫一个稳扎稳打，班公湖、环湖公路、跨湖大桥、军民两用机场是一个接一个的建起来啊，新藏铁路、川藏铁路啊，那都是世界级的难题啊，咱们也给它啃下来了。这印度也着急了呀，2024年也赶紧批了342亿。要在这个藏南地区修1600公里的高速公路，可是这个苏杰生心里明白啊，这基建竞赛啊，比的就是综合国力。这印度跟咱们比啊，那是差远了呀。
这苏杰生这套合作或代价论，那可不光是针对中国啊，还针对那些想跟印度分家的南亚邻国。就拿这个马尔代夫来说，新总统穆伊兹上台后啊，直接让这个印度撤军，还第一个访问中国，说这个马尔代夫啊不是任何国家的后院。这下印度可不乐意啊，立马就煽动老百姓抵制马尔代夫旅游业，想掐断他们的经济命脉。等这个马尔代夫外汇告急，生活必需品都快没了的时候啊，苏杰生又跑过去当救世主啊，说要提供援助啊，这套路啊，跟这个斯里兰卡也差不多。印度国家安全顾问多瓦尔在这个斯里兰卡总统选举前啊，见了4个候选人。表面上说啊，这个印度啊没有偏好，背地里呢却推动阿达尼集团的能源项目落地，还施压这个斯里兰卡不让中国的科考船停靠。这印度啊就是一手给汤，一手握鞭子，想要把这些小国都控制在手里。这苏杰生说了啊，印度要在竞争又合作的多极化世界里啊占最佳位置。说白了，他就是想当老大呀，所以啊，他们一边在这个边境上跟咱们陈兵布阵，这一边啊又是跟咱们做生意。上期视频啊才看到这个印度啊倒卖咱稀土啊，那玩的是真花呀，这一年贸易额都上千亿美元了，一边指责咱们微小，这一边又说咱们的战略目标一致。这个印度啊，整天算计邻国，又没有什么是非观，这外交啊更是一塌糊涂。就说你的战略伙伴伊朗吧，这连这个伊朗都受不了你了呀。最近啊，中东那旮沓可不太平，这以色列跟这个伊朗又杠上了。那这事吧，本来离咱们是挺远的，可是印度的表现啊，那真的是让人大跌眼镜啊！真是鬼见愁啊，啥事都想掺和一脚。这以色列一动手啊，莫迪老仙儿啊就立马给内塔尼亚胡打电话，说啥呢？支持以色列自卫的权利。这话说的啊，跟法国总统、德国总理啊、英国首相一个调调啊，这是要跟西方国家穿一条裤子呀。内塔尼亚胡啊，那老狐狸啊，赶紧发了个声明，说我的好朋友莫迪支持我，这摆明了就是拿莫迪当枪使，恶心伊朗呢。可是印度呢，他就吃这一套，觉得被人利用啊，才证明自己有价值。这脑回路啊，咱真是理解不了。这伊朗那边啊，估计是气得够呛，但也没吭声。毕竟啊，现在伊朗啊，自己现在也是焦头烂额呀。这事还没完啊，上海合作组织，也就是咱中国也参与的那个组织啊，发了个声明，说对这个中东局势紧张啊表示关切，这个强烈谴责以色列打伊朗。结果呢，这个印度外交部啊，几个小时后立马发了个反声明，说啥？我们没参与上合组织那个声明的讨论，这是要跟上合组织划清界限呀。让这个印度稍微支持一下伊朗，他就怕成这样，伊朗人心里啊肯定不舒服啊，但也没有直接指责印度。可在前几天啊，这个伊朗终于爆发了。据说啊，美国的美军 B-2轰炸机是从印度的领空啊飞过去轰炸伊朗的。这印度啊，竟然默许美国用他的领空，这事儿啊，搁到谁身上能忍？6月22号，伊朗时报直接在网上开骂了，说这个印度啊站在了历史错误的一边，伊朗啊不会忘记的。接着呀，这个伊朗国家电视台的著名主持人萨哈尔伊马米也是发文指责印度。那这萨哈尔伊马米是谁啊？就是这个以色列轰炸这个伊朗电视台演播大楼的时候，那个临危不惧，在这个晃动的这个镜头前坚持播报的女主持人，连她啊都出来指责印度，可见这个印度这个事儿啊干的有多让人恶心啊！虽然这个伊朗官方还没公开指责印度，但这友谊的小船啊眼瞅着就要翻了。这 B-2轰炸机当天晚上是不是真的从这个印度领空啊进入伊朗执行任务，现在还没个定论。这有人说啊，这个 B-2直接从美国本土起飞，经过这个地中海、约旦、伊拉克进入伊朗。不过这个伊朗媒体啊就认定了 B-2是从美国本土啊飞到关岛，再到查克斯群岛，最后从印度领空啊进来的。估计是这个伊朗从别的国家得到了监测信息，然后啊通过这个媒体发声啊指责印度。这莫迪啊做出了这么让人费解的外交行动后啊，现在又开始害怕两国的关系恶化对这个印度啊带来的伤害了。他担心啊这石油供应啊可能要断了，这伊朗对印度的石油供应啊可能会受到严重的影响。恰巴哈尔港要黄了，这个恰巴哈尔港的这个合作项目啊可能会中断，码头运营权啊也要打水漂。这个印度全球港口有限公司啊持有的那个港口码头的10年的运营权，可能也会因为码头停摆而血本无归。他还担心印度、中东、欧洲经济走廊要凉。你说这个莫迪老仙儿啊，担心的还真多呀。这印度啊，真是没什么是非观啊！这外交呢，就像是一头被蒙着眼的驴子。这以色列怎么可能是这个印度为盟友？因为这个犹太人想要的啊，这个印度啊有哪样能提供？
除了牛粪，而跟这个伊朗实实在在的利益关系啊，又因为这个印度啊又蠢又坏的这个行为面临恶化。虽然这个印度的行为总让人想不通啊，但是回望历史啊，这印度啊一向如此啊，帝国主义的心，殖民地的命哦。哎呦喂，今天就给大家唠到这儿啦，我是小懒，我们下回再见。